医师啊，去年冬天我来看病，你说我有湿疹问题，要尽量保持干燥，我一直都有做哎。可是现在夏天到了，天气热都会流汗，我都有擦干，不过全身还是好痒。请问我可以洗澡了吗？胡老师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各位，夏天要洗澡啊，不能像刚才讲的笑话一样，要不然会臭蒙蒙，别人都会离你远远的，人缘变卖哦。今天我来跟大家讲流汗这件事情对身体的影响。夏天流点汗是好事儿，天气热流点汗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能够调节体温，能够帮助新陈代谢。还有出汗其实是人体自己带的空调，因为流汗以后皮肤温度平均可以降低大约4度哦。你看正常流汗是不是很好？三指汗妙穴，天然的雄厚。按摩穴道，调理多汗的症状。自己的汗自己救，人在江湖走，3不5时要学一手。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多多学习。有几个穴道可以止汗的。第一个穴道叫合谷穴，合谷穴啊，它可以发汗，也可以止汗，它就在手的虎口这个地方。把你的虎口打开，然后呢，用一只手指头，它的这个大拇指的横纹靠在虎口上，大拇指指尖所指的这个穴就叫做合谷穴。你可以压一压，可以止汗，也可以发汗。假如说你没有汗的话，好，再来一个穴叫做行间穴。行间穴是泄肝的，它是泄阳气啊，等于也就是让阴气给补起来。行间是肝穴啊，是肝经上头的火穴，就是肝经上头的第2个穴位，叫做火穴。什么叫做火呢？就是因为木火土金水，肝经的第1个穴叫做大敦穴，第2个穴呢就叫做行间穴。在行间穴就是在脚上面大指跟2指之间的脚丫丫上，脚丫丫上头这一个穴道就称之为行间穴。你可以在这里这样子压一压。假如你觉得压行间穴很不容易压到的话，可以压行间穴往上1寸，有一个穴叫做太冲穴，都可以去除肝经的火，清热泻火，止汗的效果非常的好。再来讲一个复溜穴，复溜穴是肾经的穴道，它是可以补肾的穴道，在那个什么地方呢？在脚内踝啊往上3个指头宽的地方，在跟腱的前方，这就是复溜穴。复溜穴是肾经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补肾穴，补了肾就可以补阴虚，补了阴虚汗就不容易出来啊，就不容易一直冒汗。流汗脾在痒，擦它止汗止痒。一流汗皮肤就刺痒，汗水主要的成分就是水啊、蛋白质啊、脂肪啊、盐分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微量矿物质啊。一开始汗本身是不会臭的，是这个汗液里头因为含有刚才讲的蛋白质、脂肪之类的这些东西呢，被身体表面的细菌分解了，才产生臭味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些人的皮肤就会开始敏感了，有的时候就是刺刺痒痒的。你知道那个汗里头的蛋白质，有的时候被分解成为阿莫尼亚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呢，而这个阿莫尼亚它其实也是一种过敏源，所以在皮肤上面就造成了皮肤的刺刺痒痒。使用止汗剂该注意些什么？中医妙招，正常出汗不尴尬。有的人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流汗流这么多啊，又不能够用止汗剂，因为止汗剂里头怕有铝啊，怕有铝盐的这个影响，以至于那个汗腺都被堵塞。”他说：“这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其实中药有很棒的药方，这个药方呢就是中药痱子粉，止汗又可以止痒。很多人家的孩子啊，到了夏天的时候去篮球场这个运动完一下子啊，脱了衣服，整个卡加皮啊，就是这个整个的肩膀后头啊等等，都已经起了一点一点的痱子。当然，尤其小孩子更容易得这个痱子啊。医生啊，这该怎么办？中医有痱子粉可以擦吗？有，推荐你到中药房去抓这几个药，请他帮你打成粉，绿豆、滑石粉、冰片，这3个就已经可以使你很舒服的、很舒爽了。绿豆可以消炎，滑石粉可以干燥，冰片可以止痒啊，因为它有点香香的味道。另外呢，再加上3黄，三黄就是黄芩、黄连、黄柏，加上3黄来清热解毒，把这几个药这样子合在一起来擦一擦。假如你是说，
我这个痱子粉这个也没有味道，我只是闻到一点冰片的香味儿，这还觉得不够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叫做白芷。白芷呢，它是很香的一个药物啊，你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白芷进去，就让这个整个的痱子粉呢，就有一种兰花的香味儿，这样子的话会觉得蛮舒服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有的人他手脚汗很多，我介绍你一个很简单的处方。这个处方呢，就是糯米、龙骨、牡蛎等份啊，打成粉，然后呢放在一个粉扑里头啊，然后呢随时的这样子扑一扑你的手脚，让它的汗就减少了，而且呢它没有副作用，并且由于手汗困扰，尤其是考试的时候，那个手上面一直滴汗的人，你就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粉扑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改善很多很多。体味变浓，少吃这类食物。小心，辛香料会害你身体臭，可能比臭瓜还臭。虽然大蒜对身体很好啊，这是很多人都认为啊，但是还是劝大家别一次吃太多，除了让人口气不好以外，还有让你的身体也越来越臭。夏天经常吃凉拌菜，凉拌菜里头呢会加点蒜啊，注意哦，卖贪加，不要太吃的多了。爱吃 curry 的朋友啊，请你注意一下。curry 里头呢还有很多的辛香料，像是茴香啦、孜然啦等等这些东西，吃起来是很香，但也会使人体产生很强烈的味道哦。衣服上的汗垢或者霉菌也害你的身体变臭，你知道吗？汗臭味好重哦，常常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了，于是呢去找医生，医生啊帮我止住这个臭汗，让我身体不要那么臭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啊，曾经就有过一个病人呢，他就是身体上老是觉得臭到不行。后来啊，他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你建议我在这个洗衣机里头加一点点杀菌剂？你知道吗？在保健室里头常常闻到的一种杀菌剂的味道啊，那个味道叫做 Lysol， 或者叫做臭药水，就那个东西。那么现在也有这个厂商啊做的商品里头，名字也叫 Lysol 的也有啊。那把这个 Lysol 呢也滴到洗衣机里头去一点点，你试试看，那个 Lysol 就可以杀死那些菌。什么菌呢？最重要的是霉菌，在衣服上面到处都有汗的时候，永远不干燥，那个霉菌呢正好就在那上面一直滋生，结果你的衣服就臭了。于是你觉得是体臭，实际上就是你的衣服臭。于是我们假如是可能的话，在洗衣服的时候加一点点杀菌的类似 Lysol 之类的东西，就会差很多很多。小心，止汗剂堵塞汗腺，更闷热。你头掐牙，一出门才没5分钟就大俩光、细俩光，后背啊像瀑布一样，全身都湿了。有的人为了避免尴尬，出门前就止汗剂喷了又喷，擦了又擦，就担心一出门腋下就湿透了，超级尴尬。止汗剂或者是明矾石啊，都是借着这个 aluminum salt， 就是铝盐啊，用这个东西来使得汗腺不能够通畅的流出汗来，也就是达到了一种止汗的目的啊，直接把汗腺堵起来，很快很有效，但是呢，也会造成身体上面其他的一些毛病，例如不出汗了。结果呢，这个热都闷在里头了，你反而身体更闷、更热、更难受，而且甚至于还可能发痒。另外还有一种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，有一些病人他觉得哇，这个汗怎么就这样子一直流，从头流到脚都是汗，于是呢就医生啊，你能不能够帮我，只要把这个汗止住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药叫做 atropine， 它是一种乙烯胆素的拮抗剂，叫做抗乙烯胆素。这个 atropine 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使得副交感神经的被阻断了，结果汗就止住了。但是你晓得吗？这个副交感神经拮抗剂 atropine 呢，却也可以阻挡你的大便、小便不让你出来，肠胃消化功能也变差，心脏也差了，甚至于假如刚好你又可能是这个射护腺肥大了或什么的话，那这个小便就更不出来，你就会觉得惨兮兮。千万别自作主张叫医生帮你，你不能就是用药物帮我止汗，假如这样做的话，就会发生大的问题。一防蚊克星，
告别红豆冰。夏天的时候呢，蚊子也是很讨厌的，非常让人这个工作的时候啊，或者什么老听到嗡嗡嗡嗡嗡嗡的这样的在这飞来飞去，那很讨厌。夏天蚊子特别多，晚上睡觉呢被蚊子吵得一晚上，啪啪啪就在那打蚊子啊，就这样子打了半天也没打着，结果呢蚊子还把身上每个地方都叮出来红豆冰棒出来了啊，有两条腿上面的话都是红豆冰一颗一颗的，还有呢，脸上也出现了2条 Olay 啊，打了一个晚上的蚊子，一只也没打到，鸭子孵小鸡，白忙一场。介绍大家一个天然的防蚊香包，就可以防蚊虫了。为什么香包可以防蚊虫呢？嘿，告诉大家，因为这几个药都是有香气的，还有呢，有的是可以解毒的。例如这个防蚊香包，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艾叶、白芷、丁香、藿香、薄荷、紫苏，这几个都是香味道的这些药草。另外呢，再加上解毒的金银花，还有石菖蒲，这几味药都是又香又能够解毒。那蚊子呢，非常不喜欢那个香味儿，非常奇怪啊。这个不好的东西它就讨厌香味儿。那像是病毒也是很讨厌香味儿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用避蚊香囊啦之类的，可以防病毒。同样的，香味道它也可以防止蚊虫，蚊子不喜欢会躲开，越臭的东西蚊子越喜欢。所以当你的身体呢这个不洗澡啊，让它有很多的汗味儿啊，那个蚊子也特别喜欢你。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让自己变成香美人，那就最棒了，是不是？打疫苗淤青，敷它自然消。给大家一个 bonus。有很多人啊，他说：“哎，打了疫苗以后好痛哦，那这怎么办？而且甚至于那个被打的地方都淤青了。有的时候呢，甚至于淤青不只是打的地方，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淤青了。”讲一个古时候用的一个处方，古时候用这样的一个处方，用豆腐，把豆腐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去贴到那个淤青的地方。他说可以治痤疮。所谓痤疮就是什么？就是被打了或者摔跌了，结果那个地方淤青了。那你可以用豆腐来贴，能够很快的把淤青去除。那么豆腐本身是又可以吸毒可以把里头的毒给吸掉。因此呢，疫苗打过了以后留下来的这些淤青的毒你也可以用豆腐来贴贴。假如愿意的话，试试看，也许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再写在我们的底下，告诉我们有用还是没用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另外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、IG 跟 Podcast 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